他是丹麦有史以来最年轻且最有智慧的世界冠军，堪称是百年难一遇的天才少年，并且还保持着恐怖如斯的20连胜。年仅18岁的他就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这家伙天生就是打拳的料。这位来自丹麦的搏击天才，他叫阿苏克，接近2米的身高在给阿苏克创造了很大的生存空间。一旦到了擂台上，他的身高就会成为尖锐的杀人利器。就是这么一位传奇人物，年纪轻轻竟然选择来滑踢馆。别人都是等老了打不动的时候来中国挣点退休金，结果老实巴交的阿苏克还专门点名挑战了一个大 boss， 还扬言到了擂台上他将会化身为武松专打老虎。我听说铁鹰华的外号叫小虎，正好我就是专业打虎人武松。下面就是我的打虎时间，请尽情期待我的打虎表演。面对这位年纪轻轻就荣获多项世界冠军头衔的阿苏克，铁鹰华当然不会选择退缩，还要利用好这场比赛，让更多人看到中国力量。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铁鹰华的精彩表现。从视觉上大家看得到啊，对上是一个瘦长个，铁鹰华上来打虎了，漂亮，这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在这个大东翔的选手里面，铁鹰华是攻击性很强的一位选手啊。哇，这边小心，我滑倒了，看脚底下有水。因为刚才啊，他在开场前喝了几口水之后，他自己吐在了自己神经角这边。漂亮！阿苏克的身高完全就是个谜底，根本猜不透。这家伙的身高看上去比2米还要高，然而小虎铁鹰华却显得十分无力，唯一能做的就是迂回拉扯，等待合适的进攻机会。为了战胜眼前这位丹麦的搏击天才，铁鹰华在赛前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针对性训练，把击腹拳训练到了另外一种境界。不过阿苏克一直把距离控制得很好，完全不给铁鹰华进入到内围作战的机会，这就在本就困难的比赛又增添了几分艰难。到的非常有天赋的考是在19岁才拿到了世界冠军。2014年是20连胜，目前的 KO 率过半，50%。对尤瑟夫阿苏克来说啊，他的腿很长，所以他甩动的这个力臂就特别长，所以腿法会特别重。是的，当年的尤瑟夫是干掉了连扫杨卓30腿的这个毛瑞斯龙纳，毛瑞斯干掉了杨卓，杨卓干掉了小虎。那我们希望小虎可以干掉这个尤瑟夫，这样的话大家就转成了一个圈了，非常神奇的一个循环。在阿苏克面前，铁鹰华确实是个小个子，但小个子有小个子的好处，只要比赛节奏在中近距离或者是在内围对抗，铁鹰华坚决不会让阿苏克好过。就算阿苏克严防死守，铁鹰华照样会寻找到合适的进攻机会。中远距离对于铁鹰华来说就是噩梦，毕竟阿苏克的身高在这放在呢，这就让铁鹰华的击腹拳失去了原有的效果。这个打法很明智的一种选择，要不和对手离开完全的攻击距离，要不贴进去。在赛前，铁鹰华可是做了大量的体力对抗和耐力对抗，就是为了跟对方对抗的时候可以多次增加自己的密度。对方的这个攻击半径真的是很长啊！他这腿甩起来了，感觉场地的1/3被他甩掉。对，铁鹰华已经退了2步了，对方的一个扫地还是能在攻击范围内。打虎，打身体。铁鹰华就想打虎以后，再到下巴。阿苏克的躯壳很大，但脑袋很小，只需略微防守就可以抵挡住铁鹰华大部分的进攻。实在没办法的铁鹰华再次使出了一招击腹拳，这些进攻貌似对阿苏克一点作用都没有，就跟挠痒痒的力度差不多。阿苏克就好像是一块难以被摧毁的大铁块，经过铁鹰华长时间的击打，最起码也应该有点反应了吧。这家伙的肋骨就像是钢铁做的一样坚硬，铁鹰华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其击溃。再进去打身体，把对方顶膝啊！对方只要打中段的顶膝，把头稍微往下一搂，对超过自己15公分以上的选手。哇，高扫上头，前刺后直，这顶膝换拳，打斧，连续打斧。对手这个手臂的防御范围。第2回合开始了，铁鹰华内心本身就有很大的压力，再加上部分拳迷粉丝的不信任，很快铁鹰华就陷入了劣势。不管是在中远距离还是在内围对抗，阿苏克都能快速反应过来，并对铁鹰华发起反击。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过后，铁鹰华的击腹拳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效果。没想到阿苏克足足比铁鹰华高了一头，目测来看最起码有20多公分。陷入两难的铁鹰华有点难以抉择。踢成了高扫的效果，现在很喜欢铁鹰华的眼神啊！对，我们一直在期待的再击
个尤斯巴斯克的整个表现还是以稳健为主。对，虽然没有一套连击，拉出来没打到。阿苏克可是丹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世界冠军，并且在18岁的时候就统治了整个欧洲，甚至比阿苏克大10岁的拳坛老将都不是他的对手。如此一来，击败铁银华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小事情。然而铁银华无时无刻都想进入内围与阿苏克展开对抗，奈何阿苏克的警惕性非常强，根本不给铁银华任何机会，还把铁银华牢牢控制在了中远距离。看来想在短时间内终结阿苏克是不可能的了。之后把自己肋部和脑袋全部给绑住了。没错，有点像我看到的李小龙电影《死亡游戏》刚讲的李小龙，对，没错。看看我们小伙能不能打一些上勾，把对手中路的这个攻击的这个空档给打开。铁银华现在绝大多数的进攻都在对方的腹部。好的，顶膝，再来，连续的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既然阿苏克选择了针对铁银华的战术打法，完全不给铁银华任何实施有效进攻的机会，实在没办法的铁银华只能选择修改战术。不修改不知道，一修改直接吓一跳。扭转战局是轻是小，寻找到合适的进攻机会才是重中之重。一旦铁银华进入到了中远距离，必然会遭受到阿苏克一系列的猛烈进攻。不管怎么说，铁银华也不是泥捏的，岂会轻易站在擂台上不动被阿苏克肆意击打？他踹了出去，离臂太远了，打了身体漂亮，连续打击，对手防御还是保护的不错。10秒钟，第二回合，哇，这个高手划过了防御手，顶膝，来袭击，漂亮。尤瑟夫阿库苏的话是1994年出生的选手，今年是年轻，22岁，所以说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觉他级别还可以再往上升。对，有个了。俗话说有骨头不说长肉，是吧？来去直播。第3回合开始了。第1回合算是铁银华压制住了阿苏克，第2回合阿苏克追平了比分。到了第3回合的俩人显得非常冷静，说不定下1秒就会有意外发生。保持20连胜不败的阿苏克发挥有点失常，很多动作都被铁银华死死限制。年轻气盛的阿苏克岂会轻易善罢甘休？站起来之后继续保持常规报价来与铁银华展开对抗。阿苏克可是天生就是打拳的料，别人10天学会的东西，阿苏克只需要几分钟。这就让年仅18岁阿苏克的实力远超常人。教练基本上忽略了对小红腿法的指导，对，现在就是怎么打拳。上勾漂亮，小心不要被对手攻击范围罩住。哇，正蹬。对方的膝法还是够凶悍。如果我们都知道高个选手面对对方的这种摇臂近身的这种方式，顶膝是最重要的一种防御方式。好，刚才是激荡之后，现在两人的比赛继续恢复。好了，世界10大谜题之一，阿苏克的肋骨究竟是用什么做的？挨到了这么多次重击，依然能完好无损站在擂台上，看似双方的精神状态和体能都很充沛，时间就在这摆着呢。就算阿苏克是个铁人，铁银华是打老虎，那也应该有休息的时候。双方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这个谁受得了？铁银华率先打破了僵局，一连串组合拳法打得阿苏克的脑袋嗡嗡的。打退了，你看，对手这个抗击打能力也相当不错，又是一个袭击啊！现在是铁银华重击的机会，反过来了，对方已经反过来了。对，连续的前手，铁银华注意啊！对手这两个手臂一伸出来，是。教学直接来转身面前，有开肘嫌疑。好的。留给铁银华的时间不多了，在确保不被阿苏克 KO 的情况下，铁银华必须毫无保留对阿苏克发起猛烈进攻。毕竟阿苏克这个家伙的防守实在是无解，双手一抱就防住了铁银华所有的进攻动作，甚至还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击。不过铁银华占据着体能优势，完全不怂眼前这位丹麦冠军，找到机会就是一顿输出，对准阿苏克的脑袋使劲狂砸不停手，放任何喘息的机会。
好的，司机，连续的进攻。对方彻底站不住了，气息上已经不行了。哦，点步领先，高远扫，转身面拳。好，这一回合结束。哇，这一场比赛可以正式宣告小虎铁运华猛虎回归了。对，比赛结束了。比赛终于结束了，铁英华总算可以休息一会儿了。能与阿苏克打满3回合很不容易。不管怎么说，阿苏克的实力就在这摆着呢。别看阿苏克很年轻，才18岁，真要是打起架来，阿苏克一点都不像是18岁的男孩子。低伏，然后中距离和对手猛拼。尤瑟夫·阿苏克的这个有效打击数跟铁英华实际上是类似的。我说的，我认为有优势是因为铁英华的气势上，或者在整场局面的控制上。至少整场比赛绝大多数时间是按照铁英华的思路在走中近距离的这种对拼。如果让阿苏克抡起腿来，可能铁英华并不会打到现在。在前面的比赛集锦当中啊，阿苏克是用他的腿法直接是把对手扫在肝脏 KO 过。没错，最终铁英华获得了胜利，成功击败了这位保持20连胜不败的丹麦冠军。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铁英华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